无数的探索者粉墨登场，演绎着航海时代，跟我们这儿就结合起来了。这个地理大发现、不平凡的植物探索和殖民的这个历史故事，非常的惊险，跌宕起伏，惊心动魄。而且无论是在全球抢占殖民地、控制殖民植物资源，还是从中国走私茶叶、非法进行这个鸦片贸易、追逐植物资源的故事，引人入胜，意味深长。实际上，今天我们更多的那就是讲这个植物爱好者、植物科学家，在全球各个角落探索植物、引种、驯化植物，改变世界。当然，改变世界的这个故事，不知道里面能不能体现，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那么我的这个报告呢，分为3个部分，跟这里的展览契合，叫做 BRAC， 遇见皇宫。第二呢就是未知植物发现之旅。第3呢是植物资源全球化及其意义。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展览叫遇见皇宫，谁遇见皇宫呢？不是我，是他这个实际上是 John Blake， 他是在18世纪遇见皇宫。这个故事其实上面讲的特别好，我这儿引用了几张片子，但实际上这个故事在我记不清是2017还是2018，这个华南植物园的主任黄火文教授就把一批植物画，下面给大家看，就把一批植物画给我，然后让我看了看，比如这是什么植物，当然我们从中文可以去反推，但是我们要确认，就是说这个画上面的名称是不是现在叫的这个名称。比如左下角这个画它叫老虎耳实际上那么它是不是该叫老虎耳？所以每一张画它的现在的中文和过去的中文是不是一致？然后它的这个学名到底是什么？所以2017年黄火文研究员，他现在是庐山植物园的主任，专门在爱丁堡的一个期刊上发表了一个文章，就是这个 John Blake 收藏的中国植物画。那么这个当我要来这里做这个分享的时候，我跟我们一个老科学家胡启明教授做了一个沟通，因为那个时间不能来，我就跟办公室主任说，我说最好胡启明老师能来，然后因为是植物科学化，所以就是最好于峰老师会来。于峰老师是植物科学化的华南植物园著名的画家，然后胡启明先生呢是这个中国植物学非常大名鼎鼎的植物学家。我想讲过去的故事，其实他们比我在行。那么胡老师就跟我说，他说这个江布雷克是不是第一个把欧洲的植物科学化引入中国的？所以我在最初的这个片子里面，我是用的这个将植物科学化引入中国广州的第一人，是吗？后来我发现未必，因为其实因为那个王书记在省博工作过，省博收藏了特别多的植物科学画，还不止，在英国的大英图书馆、大英博物馆，还有美国橡树基金会、橡树泉基金会，就是我们这一次关于黄东是叫黄东黄东这个画实际上是出自美国橡树泉基金会。那么橡树泉基金会这几个加起来，最近有一篇文章，就是最近2400多幅画。那么2400多幅画，主要来自哪儿？不是广州，来自福建的厦门。也就是说，从厦门也收集过一批中国的植物科学画。那这么一来，谁早了，谁晚了，其实还说不清。我等一会儿会展示，早过 John Blake
100年的画，也就是说，18世纪 John Brick 在广州收藏了这一批画，然后其实这个100年前还有一个植物学家在中国收藏了另外一批画，那么那一批画大家加起来实际上有2种风格，一种就是我们中国画的这种风格，类似于左下图那么中国画的这种风格，另外一种呢，那就是本草那一种风格。大家都知道我们有《本草纲目》，有《神农本草经》等等等等。那这个本草的画它就是有轮廓的，所以它就把中国植物画分成了2种模式，一种是中国画模式，那叫无骨，没有骨头。为什么？因为它不需要先勾勒出它的轮廓，而本草的画它是要勾勒出轮廓。当然，实际上在我们广州更流行的早期的画，这2种都不是，是什么？花鸟，花和鸟，而且是咱中国，尤其是咱广东出口这个画的相当赚外汇的相当大的一个部分，而科学画反而未必是挣钱的，所以相对来说，科学画不是挣钱的，它是为了科学研究，为了植物学研究。那么这里的 John Brick 这个人呢，不知道大家对他有没有了解？了解这个人的，哪怕你看见这儿的文字，请举手；了解的请举手，哪怕简单的，请说。看一下黄忠的展之后，知道他是一个茶叶商人，英国的一个茶叶商，到这来做生意，但是他对植物研究呢非常有兴趣，但是他在广州的时间不长，后来也在广州去世的时候已经28岁了。非常正确。这个人去世在广州，特别年轻，20多岁。其实大家看哈，他是1745年出生的，1764年就先第一次申请做初级货运。那个多少岁？1745年，1764年多少岁？19岁了。最初19岁的时候，他就想做东印度公司初级货运，结果过了2年才获得了职位，叫高级货运。注意，东印度公司是个啥玩意儿？是个啥？卖鸦片的。卖鸦片的不止。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个对，非常正确。实际上它是东印度公司，世界上在那个时代有2个东印度公司，知道吗？一个是英国的，还有一个是荷兰的。那么他们都是代表所在的国家，一个代表英国，一个代表荷兰，来进行商贸，所谓的贸易，打着贸易的旗号，其实它有兵的，走到哪里先抢到哪里，用炮和剑让他们能来，再用炮把国门打开。咱的国门也是这么打开的，包括澳门，是不是？也包括其实香港。等一会儿我故事里面会说到，其实英国在这一块是很后才进入的。在这个地方，我还想说的，那就是这个 John Brick，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实际上很短1767年3月到1768年8月，不到就1年多一点然后后来又再来，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去世得非常早，20多岁。注意，他其实做了很多植物收藏，等一会儿有几张片子做了很多植物画的这个收藏，其实他是委托这个黄东那么实际上是委托黄东，也就是说雇了黄东，然后黄东给他来收藏所以我原来也以为他是定制画，是不是定制画？其实是定制的植物学插图那么在这个里面黄宏文黄所长的研究，62棵100属138种这个
其实我原来有完整的图的，但是这一次在做 PPT 的时候，我没能找到，没能找全。然后这里黄所长有一个初步的研究说，很大一部分是中药植物然后呢，这个后面进行准确的科学描述给植物学爱好者、给分类学者。但是注意，在19世纪末写植物学家的这个，比如资料、传记等等的，有一个学者，几乎那个时候有影响力的都写了，但是对 jailbreak 那个只有寥寥数语。实际上 jailbreak 的详细的这个，比如什么时候死在哪儿，他在这个植物学中画的收藏有多少贡献都不清楚，他是不清楚的。其实还有相当多的也是不清楚的。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故事从这个的切入非常好，我们这个海事博物馆做的那个视频也特别好，而且这个里面有几个突破刚才这个有没有一个我要说的对，这个左下方这个是在那个jailbreak去世以后，1796年黄东给 Banks 的信。注意 Banks 是谁？等一会儿我要讲，是对于英国在全球布局植物收藏网络，或者说大英帝国的植物园的日不落植物园，也就是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秋园的分园或植物观测站，就是由于 Banks 建立起来的。尤其1820年以前但是尤其你再看这个黄东的给这个 Banks 的这个信，他的英文写的特漂亮。我的老师我在广州的老师，他的英文大概是这个样子。但这一次我试图把这个图放大，看他到底写了什么，我没能成功。也就是说，我看不出他写的什么。但是注意，在这个 jailbreak 去世以后，他还给在英国赫赫有名，在世界赫赫有名，在植物收藏网络上特别影响力的这个 Banks 写信，那说明黄东不是一个简单的世代。他不是，我不知道广州话世代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干活的人？是不是？我们就假设他是个干活的人吧。他的英文写得这么好，能够跟世界顶级人物就是第一的。他本身就是个富二代，然后他给他写这个信，你看是在这个 jailbreak 去世了23年以后，给他写。中国人大凡受外国人委托给他办事情，哪怕委托人已经去世，而被委托人还继续工作的，这个黄东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但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比如在云南，等一会儿应该要涉及到。那么在委托人因病去世，后来埋在了大理，然后中国一个极大的团队给他继续采中国的植物标本，采中国的植物种子，寄回到英国，甚至于活植物。这个是让我非常惊奇的。这个我们这一次海事博物馆能展出。还有一个左上方的这个2个图是说的货运这些植物的时候的这个箱子，这是我先前所看到国际上的这个箱子之外的形态。它叫什么？叫做 Warding Case。是 Ward 这个人是这个英国另外一个植物园，他有一个切尔西植物园的 Ward， 他发明的就是从全球各地运植物运回到英国的这么一个箱子。而这个箱子我以为我会在后面放
它原版全部是这样的，它是一个上面要小，下面略微大一点，但是我们这个是上下一样大。再一个上面通风，他们那个也上面通风，最重要下面是什么样子？下面的里面是什么样子？可以装土，可以保水。现在切尔西植物园依然保存着，实际上英国依然保存的特别多，但是这两款不是国际上我看到过的那个款，就叫 Wording Case。那么用这个来装个植物，但是注意，在船上往英国、往欧洲运的时候，大家请问坐过海上的交通工具的请举手。坐过船，海上的船无论是客船还是货船，人不多哈，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在海上坐船，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在海上坐船，第一个是什么？晕船。晕船，第二个感觉是什么？风大，是不是？浪大，浪大，风大。所以实际上，在船上放这些，就是说叫玻璃的这个箱子，实际上要特别讲究，比如容易这个因为光照比较强，比较容易散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特别保水的，或者说要防止它蒸发的，要放在比较靠里面和靠下面。那么再一个呢，那就是对于风有影响的。这里插一个小插曲。有一年我到台湾，台湾人告诉我说，台湾的兵为了防治晕船，有一个特别的措施。因为只有一句话，所以我特别讲给大家听。大家知不知道，为了防止晕船的特别的措施是什么？睡觉。知道是什么？睡觉。睡觉不对。很简单，吐的时候给个盆子。吐。结束的时候呢，之后让他再喝下去，他不会再吐了。这台湾人告诉我的哈，是不是这样子？可以试一试然后这里特别注意，除了刚才的画，这里的琥珀玫瑰实际上就是野漆树。漆树是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无论如何，不是第一的，也是第二的。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的船是木头的，对吧？木头的要防止它腐烂，怎么做？刷油漆。桐油。桐油，对了。最近有一个网红刷油漆知道吧？之后还有蓝鸟，我这儿放了蓝鸟，还有平婆，还有乌桕。我印象中我把图贴上去的，是不是由于动画的原因它就不出现了？有这个对，刚才的那个是野漆树和蓝鸟，蓝鸟是一种染料，其实它本身就特别的好看。然后平婆右上方还有乌桕，我们广州也能种得很好，而且它会变颜色所以其实还有水稻也拿过去过，所以实际上也就是说，